夏天喝点啥？冰红茶，在家里边跟着夏叔一起做起来，那不要太容易哦。哎呀，外边的天实在是太热了，花小钱办大事儿，只要是红茶就可以。肉桂，但是它和桂皮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啊。哪种是肉桂，哪种是桂皮？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准备就位，咱们直接上锅炒茶，一同的翻拌。用夏叔这种方法，咱们煮出来的这个冰红茶是又有颜值又有滋味。夏叔也头疼了，你说冰红茶这么多年都不升级了，我们是年年升级。你说他们是不是该给咱们转点这个专利费？有道理。当热水淋浇到锅里，这一瞬间，这浓郁的茶香扑面而来，就像是被那茶香猛烈的冲撞了一下。家里的火有多大开多大，我们叫做萃取茶叶的精华，一定是要有 C 位主角。如果这屏幕上面能够闻到香味儿，这个时间段那红茶的香味已经真的是直冲天灵盖。料香、茶香、汁水香，三香融一，颜色、味道、颜值都瞬间拉满。就这冰红茶，今年我要喝它一整3天。自己在家做冰红茶，想喝多少做多少。冰红茶要想好喝了，维 C 黄一定不能少。少量的水分可以让柠檬沾上盐，用盐的颗粒形成了完美的摩擦，把柠檬的果香更加完美激发。把柠檬切成1块钱硬币7毛钱厚，柠檬籽儿咱们是连挑带砍，万事到位，撒点老冰糖，直到冰糖全部融化。放冷了以后，柠檬往里边一推，直接放到冰箱保鲜保存。炎炎夏日喝点啥？必须快乐冰红茶。喜欢我的内容，可以点击视频下边的抖音精选，给我投票内炫。有这么一道菜，就让夏叔不能判断它到底是哪道菜。有人说它是啫啫，有人说它是节节，到底广东人管这道菜叫什么？啫啫包，啫啫。首先要把这鱼大蟹18块开成适合进口的大小块就可以了。绝绝包的绝绝酱，细腻丝滑，酱香浓郁。哎呦，就这小味儿。驴肉盆放葱姜。你要学会了夏叔这个绝绝包的话，咱们可以绝天绝地绝一切。这个鱼肉不能腌的时间过长啊，咱们是现做现腌，听话照做就没错。过来，大哥，求你了，你来用粤语给我翻译一下。放入花生油，姜葱蒜炒香。其实他说了，就是果家有果家的果。开好了酱，这是生酱，我们接下来炒熟酱，让整个的酱料香上加香。小酱料往锅里边一倒，让完美的葱姜蒜香、酱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状态。看完视频不点赞，那就是耍流氓。等酱凉了以后，往这个肉上面一放，10多种味道融合在一条小鱼身上，真的是生的伟大。OK， 今天夏叔做的是聪哥家的家庭味道。如果你也想让夏叔复刻你的那个心里的好味道，就在评论区留言，点赞量最高的夏叔必须安排。从倒油煸炒到鱼肉入锅，咱们盖上盖300秒，白酒锅边一淋浇，锅里边形成了负压，肉能成熟的速度会更快，而且酒会带走鱼肉的腥膻味道。逢年过节来了这道菜，一定得像夏叔一样鸿运当头，别等着了。黑炫，酥香可口，里边带汁，可以拿它当菜，可以拿它当零食。小酥肉经典。最好的小酥肉的选择一定是梅花肉，这块肉它到底在猪的哪个部分？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把肉一分为2，手起刀落，肉成条。小酥肉要想好吃了，椒盐是必不可少，保持一个中火的煸炒，让盐香味道充分的激发出花椒还有小茴香的香味。花椒一定要把它敲砸成沫，掺和在一起，这就是经典的花椒盐。把咱们这花椒盐往肉里边一放一腌，你就吃去吧。这个小酥肉那才是真正的好味道。咱们接下来开户，充分的搅打、抓捏、融合、拉丝不断，形成漂亮的一线线。粉浆就像是酸奶一样滋润着每丝肉条，油、肉、粉3为一体，直接上锅。夏叔分享，不管是大菜还是小菜，我其实都带着敬畏之心。步骤虽然说是有些麻烦，但是我是为了想让你们看到最真实的、最正确的美味佳肴。喜欢我的内容，可以点击视频下边的抖音精选，给我投票黑炫。昔日帝王尝前宴，飞入寻常百姓家，皇家贡品杏仁豆腐。首先呢，杏仁呢，咱们选择3份的南杏，1份的北杏，把它们烧加浸泡5分钟，控水。你知道南杏和北杏的区别吗？一个在南边长着，一个在北边长。我抽你！我们把杏仁放到打碎机里边，小陀螺转起来，哦，摁错了，一定要把这个杏仁磨得非常的细腻。这个杏仁豆腐呢，也是我们国宴料理的 C 位甜品担当。制作过程中一定要更加的精细。准备工作就这么简单，直接上锅熬杏仁豆腐。
1份的杏仁，半份的 milk， 放羊粉，这个东西又叫琼脂。过去是要煮上这么一锅，开锅就得等晌。熬这个的时候，你可千万别走神儿，在临界点的时候，它会快速的膨胀，细腻、丝滑、香浓都接踵而来。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你看夏叔刚才说了啊，就是在熬煮的过程中，咱们一定不能离开人，差一点就暴殄天物了。上一步咱们直接装盘定型，再次过滤。这个杏仁热的时候是热气腾腾，凉的时候细腻丝滑，这叫瞎子吃饺子，心里有数。答对了，我死狗！自然冷却以后，轻扣翻转，完美脱模。好味道就是这么的简单，轻轻一划，凝脂出现，入口即化，玉指青砖。喜欢我的内容，可以点击视频下边的抖音精选，给我投票猜券。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长安荔枝饮。最近啊，长安的荔枝这个电视剧可是相当的火爆。我现在特别替杨贵妃担心的一点是什么？要捡来的3把火啊！所以说呢，这个荔枝可真的是上火神器，但是怎么又能够大快朵颐，又能够让荔枝清清凉凉、冰冰爽爽？夏叔这儿还真是有独家秘方。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杨梅本身就容易藏一些的小动物。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吃杨梅吃到了虫子，而是吃杨梅的时候发现了半只虫子。再加上少量的淀粉，简单的一清一洗，这才是正宗到底有假包换的贵妃出浴，这叫杨贵妃。包荔枝它是有技巧的，荔枝上面一定会有一个腰线，按着腰轻轻一捏，一打开一颗完美的荔枝。这不是吃到口吗？吃荔枝不上火，主要的好帮手就是荔枝皮儿。锅里边无油无水，把皮里边的一些水分给它焙炒出去以后，再拿它们煲煮出来的水，你就可以大快朵颐的吃荔枝了。小火慢煲它15分钟，咱们把这荔枝水放一边，开始正式的长安荔枝饮。杨梅先入锅，很多的名著里边都有非常多的经典美食，包括《龙凤呈祥》《西厢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创新不忘本，传承不守旧。稍加煲煮，这杨梅里的那种紫红颜色已经融散在汤水里了。把这荔枝皮水给它添加进去，因为荔枝皮水呢稍微有淡淡的苦涩味道，没关系，用它来解甘草。冰糖往里边一撒，噼里啪啦碰，要想甜加点盐。幸福的味道它其实就是这么的简单。崩死我了！剩下就是让它自然冷却，放到冰箱里边，冷汤喝起来更好喝。炎炎夏日没有胃口，跟着夏叔一起追剧，做这么一份长安荔枝饮，瞬间梦回长安。开轩！水晶菠萝古老肉，没有吃过的，见都没见过，颠覆了咱们传统对于古老肉的认知。我们把这个肉给它先切成薄片，真正的艺术它就是来源于生活，就让电影里的这些桥段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真正美味。菠萝挖球一定得是让这菠萝从一开始就吃透完美的肉香，剩下这些边边角角大泥去汁儿，剩下的过程极其考究。咱们直接取一片肥美的梅子肉，一颗菠萝球，左旋转右旋转，裹匀裹紧了，形成一个漂亮的肉球，不停的旋转翻滚，达到了完整的肉片包裹。简简单单一盆心儿里美的古老肉，这就完事儿了。咱们直接开始给它外边包一糊一粉。夏叔这儿呢，其实有很多的专业级的配方，就是夏叔尽量的把这些菜，一个是让大家去感受到它曾经出现过，还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学会真正在家里边能够去做出夏叔分享的美味佳肴。准备工作就这么简单，古老肉已经给它准备好了以后，咱们直接上锅开炸，一直保持着最大火力，慢慢的把整个的古老肉给它炸熟炸透，炸出脆皮。看到了一颗颗金黄的肉圆在逐步的显现。古老肉一定要有一个复炸过程，这是必须要有的。这个时间段快速的让肉变得焦脆，形成了焦香的状态。锅里做水，水里放糖，糖逐步融化在水里了，放到一边。咱们开始炒糖醋，番茄酱给它推到锅里边，用菠萝汁代替水，炒香炒透，炒出红油，让整个的酱汁变得更加的酸甜适口，果香十足。最后一步勾芡推糖醋汁儿，复炸好的古老肉快速的翻炒，感觉到了每一块菠萝古老肉都是那样的晶莹剔透。这可不是夏叔说的水晶，咱们稍安勿躁，水晶这就来。满汉全席之水晶古老肉，这不就齐了吗？别等着了，开涮！